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。第一条是，泰国央行反对政府向所有成年人发放约140亿美元以振兴消费的计划，认为明智的做法是关注有需要的人。下一条，百时美产品公司正在探索出售，该公司由凯蒂、佩里、奥兰多、布鲁姆等名人支持，估值可能超过5亿美元，包括债务。下面这条，欧盟加强了对知识产权的监管，这可能导致 Shine 面临更多商标审查。Shine 已因涉嫌抄袭而面临90多起诉讼。美国16位总检察长也认为其常常模糊知识产权和版权界限。Shine 表示其速度和灵活的生产方式是其竞争优势，但其设计过程是否涉及人工智能仍有争议。接下来，巨头 Just Eat Takeaway 与 Amazon 合作，在德国、奥地利和西班牙为 Amazon Prime 会员提供超过15欧元的订单免费送餐服务。接下来，亚股涨跌互现，日本贸易数据乐观提振日股上涨，港股涨幅显著，上海股指下滑。中国证监会加强金融监管，美股主要指数再创新高。Nvidia 股价飙升，但其过大影响力也存在市场脆弱性隐忧。美国零售销售数据低于预期，显示经济放缓迹象。下面这条，中国证监会批准自动驾驶初创公司 Momenta 在美国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IPO。下面这条，台积电股价上涨，市值接近1万亿美元大关。华尔街多家券商上调目标价，因人工智能需求激增和2025年潜在涨价将提振收益。台积电已成为人工智能采纳的主要受益者，其尖端技术和估值使其成为全球投资者青睐的对象。下面这条，疫情引发全国房价飙升，但现在一些市场已出现逆转。德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、奥斯汀和佛罗里达州的坦帕等城市，房价出现月度下跌，原因是房屋出售者和建筑商增加房源，而搬入这些地区的美国人减少，导致供需失衡。下面这条，英国通胀率回落至央行的 2% 目标，这是近3年来的首次，提高了今年夏季降息的可能性。接下来这条，美联储预测今年仅降息一次，但最新月度数据令部分经济学家担忧降息幅度太小。零售销售数据显示消费者支出放缓，劳动力市场就业岗位增幅超预期，但失业率达 4%， 创2022年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。经济意外指数接近1年多来的最低点，但5月份的通胀数据好于预期，消费者价格指数和批发价格指数均增速放缓， PCE 指数创年内增速新低。经济学家认为通胀下降和经济放缓，美联储应尽快开始降息。下面这条，9月16日 TikTok 禁令上诉口头辩论将在华盛顿特区的美国上诉法院举行。TikTok 全球商业解决方案总裁表示，该公司相信自己的立场。从法律角度来说，法律是支持他们的。尽管受到美国立法者的审查， TikTok 仍在继续创新。该公司推出了 Symphony Digital Avatars， 该功能将人工智能置于首要位置。下面这条，英国竞争监管机构正在调查惠普 Hope 以140亿美元收购詹博网络是否会引发英国的竞争担忧。接下来这条，新英格兰电网因热浪而处于1级紧急状态，电力供应紧张，部分发电设施离线，导致电价飙升至1993美元兆瓦时。该地区正面临持续数日的强烈热浪，预计温度将达 40.6 摄氏度。最后这条是，人工智能时代，科技巨头对能源的需求激增，推动康斯特勒能源 CEG 股价飙升。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，我们6小时后见。